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月玲 Vivian。今儿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完美红豆沙馅料的做法。因为这个红豆沙馅的配方呢是非常清爽的版本，直接单吃就很好吃了。完成的红豆沙呢，只要一个步骤就可以变成非常好吃的自制红豆糕。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，所有的材料配方跟文字食谱的连结我都放在资讯栏里面了，大家可以多加利用，或是直接萤幕截图笔记都可以。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不同制作红豆沙馅的做法哦，有古早味洗沙的方式，或是带颗粒的红豆馅。今天的这个做法呢更简单，如果买到新鲜的红豆呢是非常好煮软的，但是我今天刚好买到了一个不怎么新鲜的红豆，不过还是可以成功做出完美的红豆沙馅。先介绍一下油脂的部分哦，建议用没有什么气味的健康油脂哦，我用的是冷压初榨的酪梨油，也可以选择奶油或是无水奶油来增添香气。冷压的椰子油呢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，营养丰富，还带着淡淡的椰子香气，喜欢的也可以使用冷压椰子油。橄榄油呢我个人就不太推荐了，因为味道真的粉不搭。糖的部分呢，我用的是白冰糖，你也可以用白砂糖或者是二砂都可以。怕胖的也可以用零卡的甜菊糖或是罗汉果糖。糖的色泽呢会稍微的影响豆沙馅的深浅。把洗净的红豆呢放入压力式电子锅当中，如果不确定买到的红豆是不是新鲜的，最好泡热水3个小时左右。我今天没有浸泡，直接用压力式电子锅拉长蒸煮的时间，这样也还是可以蒸软。我用压力式电子锅炖煮功能设定40分钟，如果是一般电子锅呢，就选择糙米的功能或是煮粥的功能。蒸好了，我们来开盖检查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颜色真的比较暗沉哦。虽然是比较旧的豆，但是还是可以蒸的一压就软。新鲜的红豆蒸出来颜色会比较红，水分含量也会比较高一些。不过刚好可以挑战用旧豆，一样可以做成功哦。把蒸好的红豆加入分量中的油，用破壁型的调理机高速把它打成非常细致的红豆沙、红豆泥。因为等一下馅料还要炒干水分收水哦，为了不要增加收干水分的时间呢，所以我加入的水分不是太多，就打到像影片这样的细致状态就可以了。接着把打细的红豆泥呢放入不粘锅当中，要准备来炒这个红豆沙，来收干它的水分。我还是忍不住洗了一下这个调理杯哦，不想浪费粘连在调理杯上的剩余的红豆沙哦，反正就一起炒咯。我们就全程开中大火来收干水分，但是还是要小心不要烧焦了，所以要3不5时就翻炒红豆沙哦。那这个炒红豆沙的过程呢，要有点耐心哦。稍微拌匀之后呢，我们先加入盐跟1半分量的糖。盐在这边的作用呢是解腻、消除胀气。然后一样不断的翻炒翻拌，稍微收干水分，糖也化掉了之后呢，我们加入剩下的糖，继续翻炒翻拌，收干水分。火力还是一样维持中大火。建议这个过程呢，可以运用2只刮刀来互相协助，会比较好操作。大概都是重复同样的步骤哦，就是不断的铺平翻炒。铺平呢，就是让水分蒸发的面积是大的，然后不断的翻拌铺平，重复同样的步骤。翻拌呢，才不会让馅料烧焦了。当你发现馅料越来越不沾黏的时候，然后双手有一种不是自己的感觉，然后心中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，恭喜你，
你的红豆沙馅已经要完成了。完整的红豆沙馅呢，密封好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3个月不是问题。因为这个红豆沙的配方呢是清爽的版本，1个步骤就可以变身红豆糕哦。取30克的红豆沙馅，手沾点油哦，揉成圆形。月饼模具的里面呢也抹上些许的油。馅料压紧压密之后呢，就是好吃又好看的红豆糕了。施力不要过头哦，否则边边会有点变形。多操作几次就会越来越上手哦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喽！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！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